给飞云的玩具弄坏了是不是？你是特意的吗？哎呦，你是特意的，坏蛋！盘点金虎实力欠揍的名场面。飞云在之前有一个心爱的小鳄鱼，他整天抱着爱不释手。据说这个小鳄鱼还是萌二的奶爸替萌二送给飞云的礼物。然而有一天，金虎把飞云的小鳄鱼咬坏了，奶爸拿着小鳄鱼去给飞云告状。当飞云得知是金虎咬的时候，就想张大嘴巴去咬金虎，而且奶妈还在一边拱火。金虎不是特意的啊，是故意的。飞云听后就更恼了，也得亏他的门上有6把锁，要不然非得冲出去，让隔壁的金虎尝尝小姨的拳头是什么滋味。而且金虎还很横，奶妈回去问他是不是故意的，金虎回答的那叫一个中气十足。给飞云的玩具弄坏了是不是？你是特意的吗？金虎除了破坏过飞云的玩具，还喜欢偷喝飞云和妙音的水，偷吃他俩的竹子。尽管因为这种行为，金虎已经被奶妈批评过很多次了，但他还是屡教不改。怎么回事？昨天才答应好好的，不抢别人的东西吃，不喝别人的水。这天金虎又趴在围栏边，小手伸过围栏的空隙去偷飞云的笋笋，奈何小短手就差1公分，怎么都够不到。但在偷这根之前，金虎已经成功捞走2根了。金虎除了爱做这些小偷小摸，他的手也很欠。他们3个小时后还没分开时，金虎就很爱撩弦，抱着飞云的脚啃，飞云怎么都挣脱不了。还有一次，飞云在水池边玩，金虎贱嗖嗖的凑过来，被飞云一个突然袭击咬住了脖子。金虎还抢过妙音的竹子，被妙音追上按住一顿胖揍。而且金虎的撩弦本事随着年龄只增不减。这天飞云趴在通道门口睡觉，金虎就把嘴从门缝里伸过来逗飞云。他见飞云打不到自己，就更加猖狂了，但飞云不想理他，只想睡觉。金虎见状竟然把嘴伸过来咬飞云，这可把飞云给惹恼了，给金虎几个大嘴巴子之后，一口就咬住了他的头套。完咬上，飞云，你别咬啊，金虎！直接就把金虎揍老实了。除此之外，金虎还有一个很烦熊的地方，他从小话就特别多，奶妈给他吃着果果也堵不住他的嘴。长大之后，因为他们3个住在隔壁，挨得很近，因为金虎整天碎碎念，把妙音气得想打他。金虎啊，你能不能不吵吵？妙音都烦你。果然金虎的每一顿打都不是白挨的。徐萌萌让我看是谁在背后整天蛐我，说我喜欢摆烂不爱带娃的，看我今天不撕烂他的嘴，把我的宝宝还给我，我今天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300斤的母爱说来就来。自从长隆的菊萌萌诞下1米，长隆野生动物园全员都进入癫狂状态。别人问他们吃饭了吗，他们都能回答阿姨，你怎么知道我家萌萌生了小宝宝了？他们除了到处嘚瑟喜欢晒媚猪外，就是吐槽菊萌萌带娃敷衍了，不仅天天念叨，还都发到了网上。现在大家都知道长隆长公主菊萌萌和她虫洞的蓝衣一样懒了，现在媚猪都满月了，还白得像纸巾一样。经网友爆料，因为菊萌萌经常假装舔娃，据说10次有9次都是假的，看似很认真的在舔娃，实则就是在舔手手。有一次，菊萌萌躺在地板上，怀里抱着媚猪，结果一个不小心，媚猪从妈妈肩膀上滑了下去，把小崽崽摔出狗叫声。不想带崽时，就把小崽崽丢在房间的一个角落，自己坐在另一个角落干饭，生怕自家闺女打扰到自己。还有一次，菊萌萌正在干饭，突然母爱觉醒，想起蜷缩在角落的媚猪，叼着自己刚劈好的竹子就过来了，用手尝试了几次想把媚猪从地上抱起来，但是都没成功。即便如此，还是没舍得把嘴里的吃的放下。菊萌萌顿了一下，想到了一个妙计，把竹子放在媚猪的身上，让媚猪用头顶着，然后她再叼起媚猪，这样基本也就实现了。她抱着她闺女，她闺女帮她抱着竹子，但是无奈媚猪个头实在太小，竹子掉了下来，妙计最终没有实现。而且最后萌萌救的是媚猪，不是吃的，说明我们菊萌萌还是很有母爱的嘛。奶爸有时候过来打扫卫生，他还一脸警惕地把身体侧过去，然后做出防御姿态，俨然一副谁都别想偷我的崽的样子。奶妈想让萌萌好好休息，把幼崽取出来放在玻璃墙外，萌萌也会找个靠近崽崽的位置睡下，这画面真的温馨极了。睡醒了还把手从小窗口伸出来，试图用手去够小崽崽，被奶妈阻止之后，还从窗口伸出大脑袋，瞪着大眼睛，霸气十足，像是在说快把我崽还给我，老子数到3，不然后果自负。不过在犯困的时候，这点母爱还在不在那就不好说了。只见萌萌换个姿势准备睡觉，差点就把媚猪压在身体下面，这可真是300斤的母爱说来就来啊，把值班的饲养员吓得赶紧过来，试图薅起萌萌，结果饲养员那点力气，萌萌根本就纹丝不动。最后媚猪自己从妈妈身下孤涌了出来，这也就难怪媚猪需要6个保镖24小时守护了。鼓鼓曾连伤4人，
至今还保持着最高的伤人记录。但事实他却性格温顺，还曾多次被安排接待外宾。饲养员也曾评价它是北洞最温顺的大熊猫，但谷谷又为何会身背伤人最多的恶名呢？这究竟是饲养员的评价有误，还是另有隐情？1999年，谷谷出生在核桃坪基地，于2004年交换到了北京动物园。因为谷谷的圈舍最靠近熊猫馆大门，进到熊猫馆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它，谷谷也因此就得了个北洞保安队长的称号。在2006年的9月，有一位29岁的青年小伙，不知道是在哪里喝了假酒，晕晕乎乎的看到谷谷如此可爱，他便萌生了想和谷谷握手的想法。于是他便翻过厂区高高的围栏，走向谷谷。起初正在睡觉的谷谷并没打算理他，但醉汉逐渐的靠近，让谷谷意识到自己的领地受到了侵犯，于是冲过去就把醉汉扑倒了。起初谷谷只是用身体压住了他，并没有真的进行撕咬，但受到惊吓的醉汉却一口咬住了谷谷的右腿，这可就激怒了谷谷，反口也咬住了醉汉的右腿。得知情况的饲养员火速赶来，把醉汉解救了下来。鉴于醉汉的右腿伤势严重，园方拨打了急救电话，并出于人道主义垫付了7000元的医药费。谷谷也因为这次领地被入侵出现了应激现象，几天不吃不喝，焦躁不安。但事后醉汉却把谷谷告到了派出所，声称谷谷恶意伤人，动物园管理不善，应当给出相应的赔偿。当时配合做笔录的是谷谷的奶爸，听到醉汉的言论，气得跳起来拍桌子，非常霸气地说，是醉汉违反园区规定，擅自翻入熊猫活动场地，把我们家熊孩子吓得几天都不吃不喝了，我们还没问他要精神损失费呢，他倒是恶人先告状了。因为此次事件，园区加高了护栏，并增加了禁止攀爬警示牌的数量。但仅仅过去1年的时间，在2007年的10月，类似的事件再次上演。一位15岁的拾荒少年，可能是生活的太过孤独，他翻过围栏进到谷谷的院子里，估计是想和谷谷聊聊天。少年走进谷谷，说你相信光吗？谷谷一脸迷惑，并没理他。后来少年说他练过空手道，想和谷谷比划比划，于是他便捡起一根竹竿向谷谷打去。谷谷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，上去就把少年撂倒，并咬住了他的右腿。由此看来，空手道在功夫熊猫面前压根不值一提。因为少年反抗的厉害，用左腿猛踹谷谷，于是谷谷就松开了他的右腿，把他的左腿也咬了咬。这个少年也是被谷谷咬伤最严重的。等到饲养员赶来，他的双腿已经被咬得血肉模糊了。这次事件过后，谷谷又是几天不吃不喝，郁闷了好几天。然而在2009年的1月，又有哥们来送人头了。这是一位游客带着孩子来看大熊猫，结果孩子不慎将玩具掉进了谷谷的院子里，孩子一直哭闹要玩具。这种情况下喊饲养员就可以很快解决了，可这位游客非要在孩子跟前露一手，蹭蹭几下又翻进了谷谷的院子里。谷谷看到后直拍大腿，内心 OS 好，还来是吧？那就还是老规矩。于是谷谷上去直接扑倒，顺势又咬住了这名游客的右腿。因为有了前2次的经验，谷谷知道他们根本不是对手，所以谷谷也就嘴下留情了，咬的并没有前2次严重。经过这件事后，谷谷又是几天不吃不喝，心里也是犯嘀咕，北洞这么多只熊猫，为啥每次都是我？难道是他们认为我是最好看的？但故事到此还没结束。在2012年5月，又有一名男子翻进了谷谷的院子，他的理由更奇葩，说是想和谷谷来张近距离自拍合影，感觉这样发到朋友圈会很有面子。谷谷看到又有人翻他家院墙了，简直两眼一抹黑。谷谷怒骂：老子是熊不是猫啊，能不能别只逮着我一只薅？熊我就不要面子的嘛。于是还是那套流程，冲上去扑倒，咬住右腿，这套动作熟练的如行云流水一般，而且咬出经验的谷谷也是点到为止。至此谷谷的4杀战绩已经达成。谷谷真的是熊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虽伤人最多，却也是受伤最深的。所以说大熊猫虽然看起来呆萌可爱，但成年大熊猫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，据说它们的掌力可以高达几百公斤。所以说谷谷也只是对它们略施惩戒，要不然真的就小命不保了。